大家好，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六度世界的文章，作者是阿野。香港碎尸案背后的末日心态。香港这次这个碎尸案，蔡天凤被碎尸案，还是多多少少反映了一些香港这几年的社会心态的。当然，这是比较延伸性的思考这个问题，肯定有人会反对，认为过于联想，但这样的联想还是必要的。首先并不完全针对碎尸案主谋的警察从业背景，虽然这是案件的关键之处，但从反送中开始，香港警队的滥用暴力问题是反送中官民的死结之一，也是5大诉求之一。市民从612集会之后一直要求政府调查警队滥用暴力，随意释放催泪弹，肆意殴打示威者等。本来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软化处理，是有可能在早期缓解反送中的矛盾，甚至化解。但林郑没有这样的智慧，不敢审查警队，以防自己失去最后的支持，而盲目包庇警队。我相信这个举措并不一定是中央施压的，而是林郑自己愚蠢一意孤行。尤其是721元朗白衣人暴力事件以后，政府包庇警队已经肆无忌惮，自此反送中的矛盾深度激化，再也无法收拾。因此，从那时开始，香港市民对警队的不信任已经无法挽回，警队在市民的公信力也降低到几乎为零，甚至低于港府。而港府这些人的包庇纵容，中央倚重香港警队实施国安方针，更助长了警队的很多知法犯法、专业素质下降、人员素质急降的各种问题。而市民一方也在反送中后的打压气氛下，对社会不抱希望，而产生了强烈的末日心态。支持建制派当然好说，继续生活挣钱。那些不喜欢阿爷统治的，有的很多用脚移民了，但还剩下大部分人没有走。但这些没有走的人，其实却无形中滋生了这种末日的社会气氛。他们对警队没有信任，对社会发展不抱要求，不抱希望，采取了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大不了移民的心态。所以这些以前作为经常能起到监督社会的一方，也放弃了以前的社会责任感。况且在今天的国安为上的政治气氛下，给政府提意见、批评警队，都随时面临污名化的打压、迫害，这些市民所以也根本不再关心社会。在上述官包庇警队、民畏惧警队、放弃社会的气氛下，香港社会在反送中后出现了很多几十年没见过的恶性事件，包括警队的监守自盗、警员涉嫌偷盗劳力士手表案、警方高层涉嫌包庇涉黄场所、国安处主任作为主要当事人涉案，多次市面出现枪击事件，重新出现多起90年代的打劫金型、表情案件，进而就是这次碎尸案此类的恶性事件。其他犹如贫富差距的自杀惨案等社会案件经常发生，先不放在一起。这种末日心态非常负面，助长了社会恶性事件的发生。警察肆无忌惮，反正没人敢监督我管好国安，抓好乱党就交得了差了。市民也是对前景没有希望，所以社会如何堕落也无所谓，实在受不了了就移民去英国。这种末日心态与90年代有些类似，面对97回归，当时市民也是有很严重的移民心态，但当时中共铁拳上只是头上悬的剑，还没砍下来，因此害怕只是心理上的，部分人移民，但剩下的人还没有放弃香港。现在是都遭遇过中共的铁拳，所以剩下的人也放弃香港了。而90年代港府并没有公开放弃港人，社会各种声音都劝港人留下。但反送中之后的港府是完全不掩饰放弃港人的态度，公然不在乎移民的人，也是使市民更加心灰意冷的主因。因此，我觉得北京真的要严肃对待目前这个末日心态对香港社会的影响。管制国安，已然这么做了，也无法再改变。但在这个前提下，香港社会的良好运行也必须应该是北京的首要目的，而不能光是国安大过天。现在国安倒是稳了，可是社会乱了，治安要是这样坏下去，香港才真的会变成臭港。况且
这几年为了国安目的而一味的提拔警队高层，现在的特首、保安局长都是警队出身，如果连基本治安都管理不好，这样的特首是北京想要的特首吗？6. 对于香港的经济前景，相信北京是有能力让其保持稳定，甚至重新增长。但治安需要港府来严肃治理，需要有能力的官员治理，而不是今天只会舔北京、讲政治的擦鞋官员。如果港官连治安都管不好，以前那个安全的香港都逐渐消失，其实现在已经消失，那真建议北京适当介入。当然，要处理好一国两制上法治的基础，帮助香港管好治安。希望中央政府、中联办能通过这次碎尸案的恶劣程度，看到这个发展趋势，及时思考对策。当然，中央也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等治安再差一些，港府蠢官完全镇不住局面了，备不住到时候香港市民的上街游行请北京来主持大局了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。